你的自我是大腦編造的一場幻覺，你眼前所見、耳中所聞，甚至此刻正看着視頻的這個我，可能都不真實。並非世界是假的，而是你以為自己在感知世界，其實一直在幻想世界。這場幻象精密至極，讓你從未起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立杰。今天這期節目，我要帶你走進一個人的大腦。他叫阿尼爾·塞斯，英國薩塞克斯大學認知與計算神經科學教授，也是全球意識科學領域最當紅的研究者之一。他本科就讀劍橋，博士畢業於薩塞克斯大學計算機科學系，發表過200多篇論文，躋身全球引用率前1/1000科學家行列。他那場關於意識的演講，網絡播放量超1500萬次。2021年出版的《成為你》，英文原名 Being You， 一舉衝進英國暢銷書榜前10，被譯成10多種語言。8、9歲時，他站在浴室鏡前，突然意識到自己終有一死。這不是抽象的知識，而是真切地感到鏡中人某天會徹底消失。那一刻如遭雷擊，他開始追問：我是誰？為什麼是我？為什麼我在這裡而非別處？這些問題從此縈繞心頭。後來他在劍橋學自然科學，本科畢業後轉攻計算機科學，拿下博士。因為他明白，要理解意識，光靠哲學思辨不夠，必須用數學和計算方法建模。我們先從一個問題說起。意識研究領域有個著名難題，叫意識的困難問題，由哲學家查爾默斯1995年提出。他問的是，物質的大腦為何能產生主觀體驗？神經元放電為何不只是信息處理，還伴隨着一種感覺像是什麼的體驗？這個問題困擾學界幾十年，至今沒有公認答案。塞斯對此的態度很有意思，他沒否認困難問題的存在，但提出或許不必先解決它才能理解意識。他給出了替代方案，意識的真實問題。注意，不是容易問題，而是真實問題。意思是，與其糾結物質為何產生體驗這種形而上學難題，不如先弄清大腦究竟如何生成具體的意識內容。你看到的紅色從何而來？感受到的疼痛怎麼產生？那種我是我的感覺，又是大腦用什麼機制造出來的？塞斯認為，只要把這些具體的怎麼搞清楚，那個為什麼也許自然就消解了。就像生命科學史上，人們曾爭論生命力究竟是什麼神秘物質，後來隨着對 DNA、蛋白質、細胞機制的理解加深，這個問題便自行消失了。沒人真正解決生命力問題，它只是不再稱其為問題了。這個思路本身頗具啟發，但塞斯真正震撼人心的是他接下來給出的答案。他說，意識的本質是一種受控的幻覺。你或許覺得誇張，幻覺？我看到的桌子，摸到的手機，感到的溫度，怎會是幻覺？塞斯的解釋是這樣的：大腦被禁锢在漆黑寂靜的顱骨裡，從未直接接觸外部世界，它接收的只是來自眼、耳、皮膚、內臟的一堆電信號。這些神經衝動本身無色、無聲、無溫，僅僅是電化學脈衝。那你眼中豐富多彩的世界從何而來？塞斯說，是大腦自己猜出來的。大腦並非被動接收信息再呈現給你，而是主動不停地生成對外部世界的預測。它依據過往經驗和內部模型，先猜出一個版本的世界，再用感官信號校對。若預測與信號大致吻合，大腦便認定就是這樣。若有偏差，就調整預測以縮小誤差。這就是預測編碼理論的核心。你看到的世界並非世界本身，而是大腦的最佳猜測。通常這猜測與現實足夠接近，所以你察覺不出異樣，但它本質上仍是腦內生成的模型。塞斯稱之為受控的幻覺。幻覺是因為你體驗到的一切皆由腦內生成，非外界直接給予。受控則因感官信號不斷校準約束着它，使其不像夢境般完全脫離現實。細想一下，這意味着什麼？你此刻看到的顏色、聽到的聲音、感受到的身體，全是大腦編造的。正常感知與幻覺的區別，不在於真假，而在於大腦的預測是否被感官數據管住。不妨做個小實驗，閉眼3秒再睜開，你是不是覺得世界突然出現了？其實不然，
是大腦在那一瞬間重新生成了關於世界的預測模型，並投射為視覺體驗。睜眼那一刻，大腦做的事與畫家作畫並無本質區別，只因他畫得太快太好，讓你誤以為自己在看而非畫。為證明這點，賽斯做了個幻覺機器實驗。團隊結合谷歌深度夢境算法與虛擬現實技術，讓志願者戴上 VR 頭顯，觀看薩塞克斯大學校園實景視頻，但畫面經算法實時處理，到處浮現扭曲不存在的圖案，狗臉、眼睛、怪異紋理，宛如夢境。結果如何？12位志願者報告的體驗與經歷深度夢境者的描述高度吻合。注意，他們沒服用任何藥物，僅看了一段算法處理過的視頻。賽斯借此證明，你的意識體驗，哪怕最離奇的那種，本質上都取決於腦內信號處理方式。改變處理方式，就改變了整個世界的模樣。這已足夠震撼，但賽斯走得更遠。他說，不僅外部世界是受控幻覺，你感知到的自我也是。你覺得有個穩定、持續、不變的我住在身體裡，賽斯卻說，這個我同樣是大腦編造的。他用另一個實驗證明了這點。該實驗改編自經典的橡膠手錯覺，藏起真手，面前放只橡膠假手，同時刷视兩者，過會兒你就會覺得假手是自己的。這說明身體所有權感，這是我的手，是大腦建構的，可被操縱。賽斯升級了這個實驗，他用微軟體感設備和脈搏傳感器，在虛擬現實中創造了一只虛擬手，並讓其顏色隨心跳節奏變化。心臟每跳一次，虛擬手就微微閃爍一下。結果顯示，當虛擬手閃爍與真實心跳同步時，你會更強烈地感到那只手屬於自己。自我感、身體所有權感竟能被心跳節奏操控。這揭示了一件深刻的事：自我感並非源於某個固定內核，而是來自大腦對身體內部信號的預測與建模。心跳、呼吸、內臟感覺等體內信號被大腦整合成一個名為我的預測模型。它如此穩定持續，讓你從未懷疑其真實性。你現在就可以感受一下，把注意力放到心跳上，試着感覺它。你能感受到那份跳動嗎？那正是大腦用心臟信號維護自我模型的過程。當你關注心跳時，其實是在觀察大腦制造你的過程，但它確實只是個模型，一個預測，一場大腦維護的受控幻覺。由此，賽斯提出了他最核心也最具爭議的觀點——野獸機器理論。野獸即動物，他認為意識的根基不在思考、推理或語言，而在活着本身。大腦最基本的任務不是理解世界，而是讓你活下去。為此，它需持續監控、調節體溫、血糖、心率、血壓、含氧量等生理參數，將其維持在安全範圍內。這就是內穩態。賽斯指出，意識正是從內穩態調節中湧現的。為維持生存，大腦必須建立關於身體狀態的預測模型。這模型不僅在後台運行，還會產生情緒、慾望、舒適、不適、飢餓、疲憊等你切身感受到的體驗。它們並非附加裝飾，而是大腦驅動你採取行動以維繫生存的工具。因此，在賽斯看來，意識首先是活着的感觉，是作為肉體生物存在於世的最基本體驗。更高級的意識內容，對外部世界的感知，對自我的認知、思考與推理，都建立在這層最底層的活着的感覺之上。這就引出一個尖銳問題： AI 有意識嗎？賽斯的回答明確：不，至少現在的 AI 沒有。理由並非 AI 不夠聰明，而是它沒有身體。若意識根基在於維持活體的內穩態，那麼一個無需進食、呼吸、不會死亡的系統便缺少了產生意識的基本條件。大語言模型能處理海量信息，生成看似智能的回答，卻從不必為存活擔憂。它沒有內穩態，沒有內臟信號，更沒有我必須活下去的底層驅動。賽斯並未斷言 AI 永遠不可能有意識，而是強調若想讓其擁有意識，或許需要賦予某種形式的身體及需維持的生理平衡。僅靠增加算力和訓練數據遠遠不夠。這一觀點既有趣又富爭議，因為它意味着意識並非智能的副產品，而是生命的副產品。你可以很聰明卻無意識，
也可以很笨但有意識。一只老鼠或許比最強 AI 更有意識，因為它有需要維繫的身體，會餓，會怕，渴望活着。而 AI 無論多強大，不羈不懼，也不渴求生存。現在讓我們把這些科學發現拉回日常生活。心理學家早已注意到，人日常的焦慮、痛苦大多不源於真實發生的事，而來自大腦對自我的敘事。心理學稱之為自我參照加工。大腦不停編織關於我的故事，我夠好嗎？別人怎麼看我？未來會怎樣？這台自我敘事引擎一刻不停運轉，製造出大量並不存在的威脅與焦慮。認知行為治療創始人之一阿倫貝克發現，抑鬱焦慮的核心機制正是自我敘事出了偏差，大腦預測模型系統性偏向負面。你並非真的不好，只是大腦編出的我不好故事太具說服力，讓你錯把故事當成了現實。賽斯的理論為此提供了更深層解釋。你之所以被自我敘事困住，是因為從未意識到我本身就是大腦建構的模型。一旦看清這點，明白我並非需被保護的固定實體，而是大腦持續更新的預測，你與那些痛苦的自我敘事之間便多了一層緩衝。這並非玄學，已有實驗支持。神經科學家發現，進行正念練習，將注意力集中於當下呼吸與身體感覺，不追隨大腦自動生成的故事時，負責自我敘事的腦區默認模式網絡活躍度顯著下降，結果便是焦慮減輕，反覆琢磨減少，對負面事件的情緒反應減弱。這不是因為你變麻木了，而是那個不斷放大痛苦的自我敘事引擎安靜了些。因此，賽斯的理論不僅是學術探討，更指向實用洞見。既然我從來不是需被保護的固定實體，你就不必死死抓住它不放，你可以更靈活的回應，更開放的體驗，更坦然面對变化。但這裡有個賽斯未展開的裂縫，值得我們深思。若感知是受控幻覺，自我也是受控幻覺，那意識到這一切是幻覺的那個東西又是什麼？它也是幻覺嗎？若是，誰在意識到它是幻覺？若不是，它又從何而來？賽斯的理論解釋了意識的內容，即你體驗到的是什麼，但有體驗這件事本身似乎仍藏在更深處。或許賽斯的受控幻覺理論就像一面鏡子，能讓你看見自己的臉，卻永遠無法用它看見鏡子本身。意識研究最迷人之處或許正在於此，你永遠在用意識研究意識，如同一只手試圖抓住自己，把自己拎起来。你覺得呢？如果自我是幻觉，那正在思考自我是幻觉的这個東西又是什麼？我是王立杰，我們下期見。